退岁在建州，大軍沒了糧草，慘遭敗局，成萬的兄弟死在了那裡。我們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，中原那個丟了燕雲16州的兒皇帝一句話，大王就把糧草都送了過去。背後我們討個上司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，这是何道理？外甥日子過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裡妄议大王的教命。同郡参见胡令公。老令公这话，我等可担待不起。亡命黄花，谁敢轻忽？只是为了替去载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好要些赏赐而已，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。老令公是军中元戎，此中的情弊，自然是晓得的。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纪，今年也有65了吧？回老令公的话，末将是7月的生日，全马齿66了。当年徐载寺之乱，惹得先王好生狼狽啊！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，去宣州田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这才收拾了首尾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府上人人为难，不肯跟从。大王去宣州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。往事一一，死之令人唏嘘啊！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剥去衣甲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哎，大郎君，大郎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郎君。令公，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。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？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赏赐，祸乱军心。勿速往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，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不由户部、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，职责所系，请记移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。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以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记移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。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一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到。
來的不是沈文琪，万事皆可推他。此人智略过人，我此时现身此处，他定然胜矣。程昭院的沙才如何还不到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事发猝然，都将都监潘东主如大旱之盼甘霖，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。库里没有足铸的纯色绢帛，我去了也变不出来。东主，此事干系天大，若被人揭了盖子，不要说下官、都将、都监，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。都将何能独善其身？纯色的不够，杂色的凑齐便是。去吧。那杂色的能凑齐吗？飞绿和靛青都凑上的话，当时能凑齐。只是那还只是个屁呀！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哪还有那么多顾虑？打开右丙、右丁、右戊3间库房，准备好木箱子。诺。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何承旭呢？快出来！末将何承旭对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？请老令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代太尉曾有严令，立生院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代孕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气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处置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罪了。你们这群瞎才，还懒在那儿做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记一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醒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记一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呢？历来赏赐君族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膽大妄為，令人诧異。其三，歷來出賞，都是各衙司入庫揀選，自行包裹裝箱運，他卻沒容下官入庫，直接裝好送了出來，平白搭上幾百個木箱子，這些可都是要在賬面上銷賬的，難不成這些箱子錢他自家墊了？其四，歷來出賞，都是出賬即簽收據，他卻連憑證都沒當面要，口稱日後自己來取。此事雖然方便，卻不合規矩。事情明擺着，這是鬧了家賊了。到底怎麼回事？
實在是末將吃了豬油，蒙了心。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話，说给沈文琪听听也就罢了，拿来搪塞老夫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，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，未曾知会太尉，便要打開內庫。末將也是心中惶恐，憂心壞了太尉的軍法規矩，這才做下了糊塗事。你半分都不糊塗，你是聰明的過了頭。統領親衛第一都不過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邊上置了2處3進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當老夫眼睛瞎嗎？末將實在不敢欺瞞老太尉，任都將以來，受了外官不少孝敬，只是有2條，只手不敢有虧，營中糧饷不敢克扣空額。若是犯了這2條，末將情願萬箭穿心。敢不敢，犯不犯，不是你這張利口說了算。你將內庫2年出入的賬籍送到老夫府裡來，你死不死，總要查驗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謹遵老太尉君命。欺上瞞下，雞鳴狗盜。何承訓不過一介都將，公然盜賣王家私產，膽子實在太大了些。內庫資助絹帛珍寶萬千，都是尋常人家難得一見的東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東西兩府各處州縣地方官吏豈能無所察覺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聞？大郎兄，如雨公，這箱子你們可曾見過？這箱子怎麼了？官府藏運絹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東府庫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長寬3尺見方的大箱子，確實未曾見過這等長3尺、寬1尺的小箱子。這就對了，這小箱子我卻常見。西府城中18家掛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門面鋪子，所售賣布匹、絹帛，均用的是這等小箱子。九老，此事干係非小，你切莫捲進來，開開心心的當魚帳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未知客從何來？我家東主已在聽雨軒恭候大東主多時，請大東主移步。雲清兄，久違了。程兄，快請，請。今日卻有什麼菜色？速速報來。啟稟東主，上一遭試過一次廚的魚蝦小絲，卻也請來了，頗費了小人一番心思。論及調製愉快的刀下功夫，樓裡的雞年老廚卻不及這小鬼頭之萬一。今日大東主登臨，正好讓他好生伺候一番。口腹上的事，我跟雲清兄都不甚在意，人要妥當，這才是大事。東主寬心，那小厮慣常在魚飼碼頭厮混，許多老魚子都識得，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。罷了，下去吧。程兄，世子已薨，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。
試問這小強之內，哪位王子出头？前王诸子，以大郎君声望最隆，三郎君兵权最盛。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。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令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都是假兒子，当不得真。有人说，周平带头闹事，背后撑腰的是代孕。这个事儿，你怎么看啊？若真有代太尉撑腰，周平死不了。代院是儿臣的姑父，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，代院在内廷掌管内衙军。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，为了大局周全，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。吴越的周全，还望你们守候。儿臣当万死不辞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兒子裡，有能看的。六郎君稱得上老成某国。大王，六郎君来了，传他进来。诺。简教太傅、镇海镇东节度副使、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。每次都是这样啊。你不嫌啰嗦，姑都嫌你聒噪。明明是个少年，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？怎么？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暂拜不明不成？臣知错。有郎比你小不了几岁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一个稚气未脱，一个老气横秋的。九郎不曾进相府，进了相府，便不是姑的兒子了。礼不可废。姑想讓你喊一聲阿爹，就這麼難嗎？在家為父子，做事論君臣。前家的這位六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謀國的郎君坐鎮內廷，你這餐耗子居然還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，家也大了，立國的時候長了。難免要生出一些城狐社鼠。我不過是個經手的，真正靠這些生意吸血發財的，還不是國中這些勳貴子弟、軍中宿將。东主，头菜來了。可有名號？這酒壺乃是1等1的細瓷，內裡的酒乃是自家酒坊釀製的新酒，名為月夜。這魚長24拱，故為24橋明月夜。好名字，雲清兄，請，請。細嫩鮮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點意思。賞，快謝賞啊！小人謝貴人的賞。罷了，下去吧。侯長室留意下。此人姓甚名誰？
魚刺上的魚子紋幻化作酒精，只因曾親眼見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條酒精大魚上來。姓什麼？卻不知曉。見了金子，不猛然也不狂喜，反倒錯愕。看來這金銀於他，並不新鮮。或貴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這是大戶人家教養出來的子弟，禮數上毫釐不差。那人靴子底下沒有泥，卻透着一股鹹腥之氣，應該是自海路乘船過來的。海上波濤洶湧，可是凶險的緊，所以船不會小。啊，這小子竟是細作眼線，小人這便去拿了他新聞。追不及了，不要風聲鶴唳，在西府盯着咱們的又何止一家兩家，拿也拿不過來。不過此子年紀輕輕，出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世。你去市舶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條以上，入港的時辰應當是卯時到巳時之間，應該不難查到。別躲了，裡邊氣悶，出來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两个轻点踩啊！都慢着点！哎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蹲起来，快点，都抓好！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被足下见笑了，实在是饿得很了。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島的於大娘子，是你什麼人？在下並不知於大娘子是何方神聖，東海之上聞風喪膽的黃龍海賊，確實聽說過的。如此說來，你潛入山岳社，並非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與山岳社做的是什麼生意。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個都小心點。出事了！是黄龙社的人。大公主尽管安心處置，
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。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加油！放过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哥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好快的船！是海丘船，在这个距离上，他们可以用箭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。来的是秦淮社哪位东主当面？快请上船一叙。飞云长剑，剑就是命，须臾不可操之人手。让他拿着吧。秦淮社李元清，见过大知司。原来是大东主当面。请恕文秀不恭。哼，元清此来孟浪，也实在怪罪不得大知司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海上的風浪雖大，亦非法外之地。某縱橫半生，未領過吳越國一文俸祿，也未吃過前王一粒米。吳越之法，與我秦淮社何事？華龍社雖不成器，好歹有蒙冲8艘、海丘16，貨船無算，往還高麗、扶桑、琉球3幅旗。在這東海之上，我等便是法。船可以給你，人和貨不行。赤金500斤，買人買貨。800斤，600斤，750斤。天下江山分崩離亂50、60年，誰的日子都不好過。650斤。是啊，亂世營生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700斤赤金，少1厘1毫。大東主自請回船備戰。700斤便700斤，船外那小子送與某家，做個天堂。1000斤，人和貨我買了。啊，750斤，買人和貨。
250斤买我自己。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，这南唐贼绑了我，索要货物为酬金。大知司只需扣下人、船、货，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。赤金1000斤，一里一毫，俱会不少。大知司，这小子胡言乱语，莫要被他所蒙蔽。行舟海上，信以为先。700斤赤金，说定了。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，元钦佩服。外头那个，价值250斤，大东主买吗？加价300斤，我买。涨到300了，大东主要跟吗？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联？程昭月有2个女儿，一个16，一个12，确實有個兒子，尚在襁褓之中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為何要自稱山岳少東？小人，阿就問你最好說真話。若是有1句假話，便切你1隻耳朵；若是2句，便切2隻；若是3句，你的鼻子可就沒了。這是真話。頭卻熱了。鎧甲。山文鎧、烏鎚甲2當鎧都有，連明光鎧都見了1副。李元清，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頭目，黑雲都的都帥，何必不辭辛勞遠赴波濤，跑到吳越來買甲？南唐的兵也不至於窮到這等地步啊！應該是帶別人賣。秦淮說自己不需要買甲，他將人都買去了，便是不想讓你查到上家的身份。但那小子醒了，或許能問出來。總覺得這小子像一個人。250，你醒了。快喝了。什麼時辰了？這是何處？你發了1宿的熱了，出了這許多汗，又酸又臭，這張榻怕是要不得了。這是阿舅特意給你開的藥，喝了便好了。給，甜的。你餓了吧？你的吃食在外面，我去給你拿來。沈秋高，沈秋高，小人是学问啊！你可看得仔細，那確實是一條海鰍船。千真萬確是一艘海鰍船。明州水營？不是。那個時候出現在那個地方，不可能是明州水營。那又會是誰呢？黃龍島。都是同胞兄弟。六郎何其規矩小事，七郎又如何機警明明？偏生個九郎，從來不讓人放心。眼下說這些已是無用。看來這一番，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。
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問題可以不答嗎？那我換個問題，你是否知曉那天夜裡來的那艘貨船是誰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曉？這次能說嗎？能說，猜的。哎，你這250。嗯。那你來猜猜看，那天夜裡他們交易的是何樣貨物？這個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來告訴你，他們交易的是鎧甲。啊？這漏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武士，這是鎧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，都是謀逆的大罪。倒賣鎧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來，可是要問大逆的。合族男子問死，女眷接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爺子是盯上此事了。嗯，卻也未見得這麼快。只要手腳迅捷，還來得及補救。太尉。哦，此番出庫的賞賜有什麼不同嗎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當。比往日的都妥當啊？怎麼說？往日出庫的賞賜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卻是大紅，那顏色呀，又鮮亮又好看。拿回家去，家裡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體面。都是緋紅。咱們內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紅，聽說別的都有的是綠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兩色的。如此說來，都是雜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將告退。何成群這個傻才，好大的膽子！别让我算你疯了！上次帶兵衝闖內庫，你有幾個腦袋？都給我聽好了，在這個院子裡，是人家何都將和狄都兄弟們的財產，我們只管將所有的帳房與倉庫上鎖，然後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圍，不許人進，更不許人出。明日午時之前，若要跑出去一隻耗子，鑽進來一隻螞蟻，都是咱們兄弟們的罪過。連頭，擅自帶兵封鎖內庫，我這便去稟報大王。無需你去稟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約了東府使軍，徹底搜檢內庫，所有的賬目、憑證、庫存，字跡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檢審核之後，老夫自會稟告大王，到時候該砍誰的頭，便砍誰的頭。動手！猝然下手，連個轉圜的餘地都沒有，其他東西都好說，庫裡的甲尚未補齊，明日一旦查起來，這賬是無論如何也平不了的。
杀才，存小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夠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麼夠不夠膽子？福兒過來。喂，250。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。又有什麼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島了，是他要見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公，三哥，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？准定是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？你就安心吧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早點歇息吧，孤的身子恐怕是熬不了夜了。不好了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大王，出了什麼事？大王，開門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李春月啊，是內庫，這李春月他走了水了呀！快！这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實話也無，倒真有乃父之風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小子并不知威震東海的黃龍社東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親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對小子演講，大娘子原本實得父王。月黑風高之夜，大知司殺人奪船，嚇得小子一顆心都要跳出來了。小子實是不敢不謹慎從事。你謹慎的並不為錯。早知你是從鳳凰山上下來的，說不定便直接扔到海裡餵魚了，哪還留得你到此刻當面饒舌？母親，罷了，不和你們這些小輩在這兒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麼事，明日再續。恭送母親大人。行了，你們兄弟自去畫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隨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
旨啊？谁当值啊？回禀皇上，今日是双日子，按规矩，该胡令公轮值内衙。何承运何在？让何世玉那个傻才滚出来见我！末将，末将拜见令公。严通，如何是你？回禀令公，末将一直在乡里边救火，还有4、5处火头尚未熄灭。我是在问，你如何会在此地？何承运何在？回令公，这火起得突然，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见到何都将。拿下！令公，令公容命，令公有命，末将冤枉。末将是奉了在台为了吉利，才奉送令承认的。有人自有天降的胆子，也不该自作主张啊！令公，冤枉令公！皇上，让我闯监狱吧。林公，大王，臣在。宫内走水，烧了几个旁院，无甚紧要。小狱内外，不得慌张从事，擅行谣言者，斩。臣奉教。皇上，皇上！如何了？此时宫内尚未戒严，若要走脱正当其时，再耽搁半个时辰，怕是便来不及了。如此说来，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？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？胡令公背着王上，刚刚过去了，还拿了严通堵着嘴，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。现在不问，稍时要问了，快走吧！啊，背着，正是，怕是不大好。若真是不大好，那可真是大好了。这既是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是怎么了？快！夫人，请夫人恕老臣无礼，请吴夫人偏殿安置。夫人请宽心，明日老夫竟当当面负罪。选一个妥帖之人，传唤2名公议来要但愿。是。务必谨慎小心，不得走漏消息。胡金思素来英明阔绰，万万瞒不过他的。既如此，趁着宫中大事未起，早早散出宫去，各自归家等死吧。先生此计有几分把握？若王上身体并无大碍，便只有2分机缘。我从此一病不起，却又如何？
8分机缘還是有的。說實話，启禀督监，王上脈搏极淺，切直无根。说人话。回督监，这腹肺之象，乃是一家气绝脉之一。这王上恐怕是病因呢？自去岁孝献世子薨逝以後，王上悲情入心，傷了肺经。冬天的時候又染了風寒，遷延近100日，早已根基動搖，沉疴直入肺腑。今夜驟然驚怒，一病發作了出來。有法子救治吗？臣等无能，臣等无能。尔等听着，大王病危，內外宜居，這是要命的當口。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法子，務必讓大王醒轉。啟稟督監，若是以金針刺百會，似神聰神庭，或讓王上醒轉片刻。只是這手段觸動生機，催行經脈，這一口氣上來容易，卻是萬難為繼的。我曉得了，用針吧。這萬事卯擔着，不干你2人罪責，用針吧。諾。大王，现在什麼時辰了？46刻剛過。哦，還有多少時辰？老臣萬死請大王交代大事。林公留下，其他的人出去。西安侯弘佑参见文武，是同天地。老臣不辞万死，请大王收回成命。怎么，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？自古君王有真儿子在膝下，万没有立假兒子道理。三郎虽为大王养子，却也是元帥府孙廷甫所生。大王居5岳12州之地，100萬軍民，托付一個命令養子，如何能使內外不一？如何能使朝野相安呢？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，所以明宗一死，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。这中原天子，既然假兒子做得，好女婿便也做得。大王，中原之地亂了幾十年了，父子相殘，君臣弑許，乾坤顛倒，有些事迫不得已，所以
古月却不止于此。古月觉得不止于此。快叫刘郎入宫。大王宣六郎觐见。老六郎，这是何意？大王教命，只选了六郎，未曾选得七郎，请郎君殿外候教。阿爹，是啊，不跟你阿爹讲君臣之礼了。终有一次，有什么好处？去年4月，五郎没了，故便让你入了相府，参决书政。你是一个临大事有静气的，只可惜时候太短了。故本想再替你撑个1年、2年的。父王莫要说了。父王，赡养圣体，国中、家中文武公卿、宗亲兄弟，12州69县100万军民，可无hon作，不可无父王。父王，父王。刘彦琛，平日里岂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？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，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。你信不信？老夫实行军法，斩了你！回太尉的话，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，只是职责在身，夜间宫门下阅，不奉王命，末将不敢開門。宫內火光衝天，皇上要有什麼危險，你擔當得起嗎？速速開門，放老夫進去參拜王駕。太尉要殺末將，末將甘願伏法。若是無旨開門，確實不能。太尉此刻還在宮門外。是的，親衛第3都督將劉彥琛未曾開門，卻將自家用繩索自宮牆上墜了下來，與他當面周旋。這個劉彥琛不錯，太舉他一個副都以後。是。末將，親衛第1都何承勳有破天大事，要稟告老靈公。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，與軍中的歷練不足。當年顧繼位的時候，就是先掌了兵權，再得了天下。戴太尉身為獻主，又是內衙帥臣，末將不得不從，只得任他侍衛。卻不料末將交出內庫房屋不足1個時辰，大火便燒了起來。末將為內庫值守，百死莫屬，只嚇得肝膽欲裂，卻不知該向何人陳述冤屈，這才斗膽來尋老靈公陳情，實在萬死。
何成勋，末将在。你好大胆子，当面构陷国家重臣，你可知罪？末将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一句虚言，甘愿万死。给我拿下！父亲，今夜代孕举措，确有不妥啊。是啊，你记着，你继位之后，公爵、弘佑不可继續領位，否則國中萬難安定。阿爹，元宗老臣皆不可托付，兒子該怎麼辦？先王遺訓，善事中原大國，善事中原大國，善事東南市民，善事東南市民，善事軍中將校，善事軍中將校。若能籠絡居家，自可加恩。加恩。我不能，處事要果斷勇決，萬不可做無人之人。兒記下了，兒都記下了。三郎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，关键是代孕，他是钦从、钦为六都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。天亮之前，我还能以论职恭进的名义，将其拒之宫门外。一旦天亮了，他要闖进来，事情便不好办了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大魏更替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谁敢掉以轻心呢？眨眨眼睛，说不定老母鸡便变成了鸭。100年来，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。老令公，王上宣呢？令公，你照仪表奏告汴梁天子，请你建交太傅镇海、镇东两镇，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，吴越国王。老臣奉教。故死之后，
主三郎夺爵罢兵权，以德国境，复其本姓孙承佐。老臣服教。我上的性命是。刘郎，儿子，刘郎是个跳脱之星，我要拘束他。张军、领军，绝不是他所爱。人心之险恶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要好好护着他。是。刘郎，东南5月。